杜克矿业这批到的15节车厢货物里，至少有一半是开采所需的机械设备，另外一半才是这次升级安防系统所需要用到的各种装备以及辅材。已经换上与工作服的叶晨，此时正藏身众多货物后面。一位骁骑卫打开门后看了一眼单据，便开口道：指挥使，08车厢全是工程配件。那指挥使立刻说道：工程配件不用管，先卸监控设备。遵命。那骁骑卫应了一声，便直接将叶晨所在的这节车厢舱门敞开，紧接着又去了其他车厢。叶晨原本是想用灵气操控此人，然后留他在这，自己伺机混进杜克矿业内部。不过想到那名修士就在月台上，骁骑卫的指挥使也在现场，所以便打算先观察一番，再伺机行动。这时宋千世见列车已经抵达，所有车厢检查也没有问题，便不打算留在这里，于是便对那指挥使说道：尹指挥，你留在这里亲自监督，务必加班加点完成任务。我还要继续整理大换血的名单，就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。尹指挥这一会儿一直被大换血的事情搞得心情烦闷至极，对这宋千世自然也是充满不悦和厌恶。听闻他要走，便立刻黑着脸拱手道：好的，宋千世，那属下就不送了。宋千世看出他情绪很大，也懒得放在心上，哼笑一声便转身离开了月台。宋千世一走，便立刻有人上前紧张地询问：指挥使，这个姓宋的王八蛋真是要把我们跟家人分开吗？尹指挥一听这话，顿时面色一寒，连忙低声呵斥：你活腻了。话音刚落，便听一阵破空之声急速传来，紧接着那名问话的骁骑卫忽然张开嘴吐出舌头。尹指挥正诧异着，便看到对方舌尖处忽然上下破开，从舌尖中央穿出一道寒光。尹指挥定睛一看，竟是宋千世腰间那柄细剑。此刻那细剑不知从哪飞来，直接穿透了自己这名下属的后脑，穿入他的口腔，又将他整根舌头穿透。那下属连哼都没哼出一声，便直接被一剑毙命。由于两人先前是说悄悄话，距离很近，所以此刻那细剑的剑锋距离尹指挥的眉间仅有不足几公分。随着那名下属的尸体不受控制的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所有骁骑卫顿时都被吓了一跳，谁都没有察觉到刚才那柄细剑的靠近。而此时那宋千世站在几百米外月台的终点处，回身看着众人，双手抱肩，表情冷峻。紧接着他右手微微摊开，轻喝一声收，那柄飞剑便从尸体的口中抽出，在月台的半空中划过一道银色的亮光，眨眼间便被他握在手里。他潇洒地将细剑插回腰间的剑鞘，冷冷道：望议长官者斩。众人都被这一幕惊得不知所措，一个个呆立当场，不敢乱动，也不敢说话。尹指挥吞了吞口水，心中对这宋千世的恨意又浓了几分。可是对方实力确实超群，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杀人，自己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。刚才那剑锋再往前走一走，就直接刺穿自己的天灵盖了。所以这种情况下，他不敢再对这宋千世有任何忤逆，连忙说道：属下管教无妨，请宋千世降罪。宋千世冷笑一声：降罪就免了，既然僭越之人已死，你们便当是长个教训。在我离开这里之前，不希望再听到任何人说出任何大逆不道的话来。再有下次，尹指挥也需担连坐之责。尹指挥赶紧抱拳，恭敬无比地说道：属下感谢宋千世网开一面，请宋千世放心，属下一定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。宋千世淡淡道：记住你说的话。说罢，转身便消失在月台的尽头。宋千世虽然走了，但其他人依旧不敢妄动，毕竟地上还跪着一具尸体，大家一时间都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尹指挥看了一眼对方的尸体，叹了口气道：来2个人，把小唐的尸体抬下去，找个风水开阔的地方，让他入土为安。一人连忙上前一步，问道：指挥使，要不要通知小唐的家人来跟他见最后一面？尹指挥叹了口气，
摆手道：“不必了，他父母年纪大了，经不住这么大的打击，更何况马上就要大换血了，大家都要跟家人分开，分开之后便再无音讯了，倒不如瞒上几日，等大换血开始，还能让他的家人以为他还活着，多少留个念想。”众人听闻，一个个皆是沉默不语，不少人甚至已经双眼噙满泪水。只是有了这小唐的前车之鉴，谁都不敢再胡乱说话，出言不逊。尹指挥见众人情绪低落，便连忙道：“行了，去2个人埋了小唐，其他的都赶紧给我卸货。大换血就大换血吧，起码大家和家人还都能有条命活着。想开一点，人生不过短短3万天，见不到就见不到吧。”众人听闻这话，内心虽是无比颓丧，但也不敢再多耽搁。2人自告奋勇，抬着那小唐的尸体离开月台。剩下的人便开始继续将所有监控设备从车厢里搬运至月台之上。车厢里的叶晨也没想到，那个女修士下手竟然如此狠辣。那萧齐卫只是骂了他一句王八蛋，他便出手夺了人家性命。不过通过刚才那女人动手的过程，叶晨能够感知到，对方的修为确实比自己差上不少。既然他是这里地位最高、实力最强的人，那局面便完全在自己掌控之中了。至于刚才他们口中讨论的大换血，叶晨也从死去那人的抱怨里听出了一个大概端倪，想来破清会把这些萧齐卫和家人分开，就是要将他们牢牢捆绑起来，彻底断绝他们背叛的念头，用家人做要挟。这一招确实太狠，一旦完成大换血，自己再来到这种地方，一定会被所有萧齐卫群起而攻。就算自己告诉他们能帮助他们解毒，让他们不再受破清会的掌控，又能怎样？只要他们敢跟自己走，他们那些不知在哪的家人恐怕就要被屠杀殆尽。如此一来，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放弃亲人，独自求生。吴飞燕这一招属实狠辣，控制这些萧齐卫还不够，还要用他们的家人做威胁，实施连坐制，已然到了人性全无的地步。叶晨的神识一直悄悄盯着那个宋千世，直至那个宋千世离开精炼厂，来到精炼厂外的办公楼。尹指挥在这里给他准备了一间办公室，所有萧齐卫的名单信息、家庭登记的册子，全部都交给了他。眼下他正在拟定大换血的人员名单和批次。叶晨能感觉到，那宋千世刚离开的时候，还用灵气盯着月台上的萧齐卫，不过此刻已经完全收回了灵气，不再过问那边的事情。于是他也有了自己的打算，趁着四下无人关注自己这节车厢，他悄无声息地用灵气为尹指挥打下一道心理暗示，随后便直接迈步出了车厢，直接朝着尹指挥而去。叶晨忽然从车厢出来，没有做任何遮掩，也没有给其他人做心理暗示，这使得几名萧齐卫关注到了他的存在，一时间有些错愕，不知这个陌生面孔是从哪里冒出来。不过他们很快便意识到，这人很可能是跟着火车混进来的外人，于是便下意识地朝着叶晨移动。而叶晨此时已经来到那尹指挥的面前，他双手抱拳，朗声道：“指挥使，属下回来向您复命了。”察觉到叶晨的几人正要过来将他控制，忽然见他向尹指挥复命，一时间更是诧异无比。杜克矿业有近1000名萧齐卫，算上家属足有3、4千人。这些萧齐卫虽说做不到每一个都认识，但这些负责月台的几十名萧齐卫本身就属于同一建制，彼此都很熟悉。叶晨这张面孔他们确实没有见过，不过听他向尹指挥复命的话，说的好似大家的同袍，便不知是不是其他建制下的弟兄了。于是几人便看向尹指挥，等待着他的表态。尹指挥此时哈哈一笑，热情地上前拍了拍叶晨的肩膀，高声道：“好兄弟，这些年在外实在是辛苦你了。”说罢，他便对身边其他人说道：“你们给我听好，这位兄弟是我安插在外的眼线，现如今大换血在即，我将他从外面召回来，有很大的机会能帮我们彻底逆转眼下的局面。
你们切莫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那位宋千世，明白了吗？众人一听这话，顿时便放下了所有戒备心。而且听闻尹指挥说，叶晨有可能彻底逆转眼下局面，一众人立刻期待无比地问道：指挥使，莫非这位兄弟可破此番大换血的计划？尹指挥微笑道：诸位弟兄可以大胆期待一下。总而言之，我尹某人一定会为这里所有的弟兄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也请弟兄们不要悲观，只要我还在，我们就一定有机会翻盘。